這個老爸毫無人性，他看見女兒喜歡小動物，竟然當即為她買下一座動物園。然而結果卻令他大吃一驚，因為這是一個廢棄動物園。好在他還有一群对動物園忠心的員工，領頭的寡姐還是個大漂亮。男人小馬哥以為自己賺了，沒想到是血虧。他不僅要出錢飼養动物，還要給員工發放拖欠了好幾年的工資。然而這僅僅是開始。寡姐告訴小馬哥，要想重建動物園，先要跨過3座大山。第一，給灰熊請心理醫生治抑鬱症；第二，給年邁的老虎吃昂貴的藥續命；第三，最重要的，給動物們重建圍欄，改善環境。為了省錢，他決定親自動手。他抱着一捆木頭來到豪豬窩，豪豬看見他，張開全身的刺衝向他。小馬哥嚇得翻出圍欄，沒想到直接一個狗吃屎摔進樹枝堆裡，這看着都酸爽。員工們看着這個笨手笨腳的新老板，根本不相信他能讓動物園恢復營業。夜裡，小馬哥帶着女兒去餵老虎，讓兒子去車庫檢查電源。兒子小帥來到車庫，一個寫着危險勿碰的箱子吸引了他的注意，越是不讓碰，他就越想碰。于是他掀起蓋子，竟然是一堆蛇。小帥被嚇得立刻逃走，連箱子都沒來得及鎖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小帥一打開門，被地上的一幕嚇傻了。他們趕緊喊寡姐等人來幫忙。小馬哥只是開玩笑，問小帥怎麼把蛇放出來，但是叛逆的小帥立刻炸毛，不僅扔掉水桶，還用腳踢小蛇。但即使這樣，小馬哥還是沒生氣。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動物管理局的審查員竟然搞突襲，所有員工都無比討厭他，因為他出了名的挑剔刻薄。這是審查員的寶貝武器，全自動任意伸縮捲尺。有了它，審查員就能錙銖必較，水池直徑短8英寸，圍欄要加高2英寸，再細微的事情都逃不過他的眼睛，就連老虎生病他都能一眼看出來。一圈下来，他竟然挑出大小12個缺陷。1個月後正式檢查前，如果小馬哥他们不能解決這些問題，那動物園就不能營業。小馬哥趕緊和員工核算價錢，沒想到要想解決這些問題，竟然需要15000美元。聽到這個天文數字，小馬哥崩潰了。其實他早就負債累累，辦公室收到的銀行催款信已經堆成山了。別說15000美元，他連1分錢都沒有。但即使這樣，小馬哥還是跟同事們揮手示意，告訴他們放心，一切有我。下午，小馬哥去接兒子放學，不料秘書趁他離開，竟然召集眾人說小馬哥是個騙子。